第一章登场人物介绍：比沙拉·布利 （Bishara al-Khoury）， 黎巴嫩共和国首任总统，黎巴嫩独立运动的象征，与总理索勒共同缔造了国民公约。他带领黎巴嫩脱离法国委任统治，开启了东方瑞士的黄金时代，却也在任期后段陷入教派分赃与家族政治的泥淖。比亚德·索勒 （Riyad al-Sol）， 黎巴嫩共和国首任总理，逊尼派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他与布里总统联手，确立了黎巴嫩部署西方亦部署东方的中立外交定位，是维系教派平衡的定海神针，最终惨死于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暗杀。米歇尔·齐哈 （Michel Chita）， 黎巴嫩宪法之父、银行家、思想家与诗人。身为基督徒精英与银行家族后裔，他亲自草拟了黎巴嫩宪法，主张以教派共治 （Confessionalism） 作为国家运行的基石，试图将黎巴嫩打造成中东唯一的民主与金融净土。细说黎巴嫩，从东方瑞士到恐怖主义温床。第一章序曲与埋雷。从远古到1943年，如果你在1960年代来到这里，你会看到满街奔驰的欧洲跑车、高级赌场里挥金如土的富豪，以及地中海明媚阳光下穿着比基尼的辣妹。这里曾被誉为东方瑞士、中东的巴黎，是全中东最自由、最富裕的人间天堂。但你敢相信这曾经是同一个国家吗？短短几十年间，这个人间天堂沦为了满目疮痍的废墟，成为了孕育极端恐怖主义的温床。究竟是什么样的诅咒，让这个国家从繁华的云端直坠血腥的地狱？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展开了这部细说黎巴嫩四部曲，为您揭开这场国家级毁灭的残酷真相。要理清这场悲剧的源头，我们必须把时间推回几千年前。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这片土地的名字绝不陌生。这里正是圣经中流奶与蜜的迦南地。黎巴嫩国旗上的那棵树，就是当年用来建造所罗门圣殿的顶级木材黎巴嫩雪松。而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原住民，是古代最会做生意的腓尼基人。他们驾着商船称霸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迦南地的神圣庇护，加上腓尼基人的商业头脑，让黎巴嫩打从远古时期就将开放、重商、多文化包容的优良基因深深地刻在了民族的骨子里。然而，这份的天独厚的基因，却在近代被强权与贪婪彻底扭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治这里400年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了。英法两国就像切蛋糕一样瓜分了中东，黎巴嫩被划给了法国托管。法国人为了一己之私，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们特别偏爱当地信仰天主教的马龙派基督徒。为了帮这些基督徒小老弟建立一个强大的亲法政权，法国人硬生生地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大黎巴嫩。他们大笔一挥，把周边大批穆斯林占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强行圈进了这个新国家。法国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偏心的礼物却把截然不同的信仰与灵魂强行塞进了同一个火药桶里。
时间来到1943年，黎巴嫩脱离法国独立。为了让国内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不要打架，建国者们签署了一份名为《国家宪章》的权力分配协议。他们拿着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硬性规定总统必须是基督徒，总理必须是穆斯林，并且将国会习祀与权力用6:5的比例死死绑定在基督徒与穆斯林身上。这套6:5的权力分配对台湾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它就像当年台湾的万年国代，打着国家非常时期的旗号，冻结了民意的流动。台湾后来运气好，我们有宪法增修条文作为出口，成功在1990年代实现了全力的和平解冻。但黎巴嫩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这条和平撤退的红地毯。这份僵化的国家宪章完全无视了未来几十年间底层穆斯林人口疯狂暴增的残酷现实。更可怕的是，黎巴嫩一滴石油都没有，这个国家的财富全靠着银行保密法与地中海港口撑起来的金融与转口贸易。当这套6:5的假民主体制运作了10几年后，事情变质了。对于当时把持着银行、港口与高级饭店的顶层权贵来说，基督徒这个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他们垄断国家资源、进入上流社会的 VIP 专属会员卡。他们在豪华别墅里夜夜笙歌，却对南部底层同胞的苦难视而不见。这哪里还是圣经里的教会？这根本是假借神之名，行贪婪之实的既得利益集团。当底层穆斯林在贫困中累积住相对剥夺感的怒火时，这群权贵依然死抱着特权不放。这份国家宪章不仅仅是一份建国契约，更像是为这个新生的国家植入了一段带有毁灭倒数的代码。历史无数次证明，当政客把神圣的信仰写进僵化的法律，只为了保障自己的财富时，灾难就已经注定。1943年的建国者们或许自认找到了和平的公式，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亲手为这个刚诞生的东方瑞士埋下了日后国家大爆炸最致命的隐信。第2章登场人物介绍：福阿德·谢哈布 （Fuad Chahab）， 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在1958年国家濒临内战边缘时，坚持不对民众开枪，军队绝对中立的铁腕原则。这份拒绝卷入政治泥沼的气节，让他赢得跨教派的敬重，最终被推举为救火总统。福阿德·谢哈布 （Fuad Chahab）， 黎巴嫩第3任总统。出身传统马龙派贵族世家，却毕生致力于打破特权阶级，推动谢哈布主义，力图缝合国家裂痕，是黎巴嫩历史上少数真正照顾底层、被誉为走钢索的英雄的全民总统。卡米耶·夏蒙 （Camille Chamon）， 黎巴嫩第2任总统，极度亲美的马龙派政治强人。1958年因企图违宪连任，彻底点燃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怒火与相对剥夺感，成为引爆第一次黎巴嫩危机1958年暴动的导火线。德怀特·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第34任美国总统，在冷战局势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双重威胁下，
下令启动蓝蝙蝠行动，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强势登陆贝鲁特。虽未力挺夏蒙政权，但最终促成了黎巴嫩的和平政权轮替。贾迈勒·阿卜杜纳瑟·戈毛·埃布多纳瑟尔，埃及第2任总统，冷战时期中东世界的超级巨星，高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不仅带领阿拉伯世界对抗西方干预，其强大的政治狂飙更成为黎巴嫩穆斯林反叛势力的精神领袖。尼基塔·赫鲁雪夫 （Nikita Khrushchev），苏共中央第1书记，史达林逝世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幕后透过军援与外交，大力支持纳粹，试图将苏联的红色影响力打入中东，是迫使美军直接出兵登陆黎巴嫩的终极假想敌。皮埃尔·杰马耶勒 （Pierre Gemayel），基督徒阵营代表，马龙派基督徒的激进右翼领袖。他在危机落幕后，被谢哈布延揽进入了4人国家团结内阁。杰马耶勒的加入，象指着最激进的基督徒阵营也向谢哈布的权威低头，并表示合作。拉希德·卡拉米 （Rashid Karami），黎巴嫩伊斯兰逊尼派领袖，在1958年暴动中是领导穆斯林反抗夏蒙政权的叛军核心人物。危机平息后，谢哈布总统展现极大的政治宽容，邀请他出任总理，共组救国内阁，以缝合国家分裂。细说黎巴嫩，从东方瑞士到恐怖主义温床。第2章，海市蜃楼的繁荣，屡走钢索的英雄。1950年代到1960年代，如果说建国时的那份国家宪章是一颗定时炸弹，那么在1950年代，黎巴嫩人不仅在炸弹上跳舞，还跳出了全中东最华丽的华尔兹。在我们之前的细说伊朗系列中提到，伊朗的底气来自于地下的石油，但黎巴嫩这个国家一滴石油都没有，没有老天爷赏饭吃，黎巴嫩人靠的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商业头脑，靠着极度严格的银行保密法，以及作为东西方贸易的超级收费站，周边阿拉伯土豪的石油美元疯狂涌入首都贝鲁特。这里成了全中东最大的资金避风港，被誉为东方瑞士。但请注意，这种令人啧舌的繁荣仅仅局限在以基督徒为主的贝鲁特天龙国。当权贵们在豪华俱乐部里夜夜笙歌时，南部广大农村的什叶派穆斯林却连干净的水和稳定的电力都没有。这是一场没有实体工业支撑、极度倾斜的假繁荣。这种极端贫富差距累积的怒火，终于在1958年引爆。当时的黎巴嫩总统夏蒙 Camille Chamoun 亲美的基督徒想违宪连任。此时的中东正刮起一阵泛阿拉伯主义旋风。埃及总统纳瑟背后有苏联撑腰，号召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夏蒙的违宪引发黎巴嫩国内的穆斯林群情激愤，想推翻政府，加入埃及。国内爆发暴动后，夏蒙总统向美国求救。美国总统艾森豪立刻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贝鲁特。当时最经典的历史画面是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从登陆艇冲上沙滩，而旁边竟然躺着穿比基尼晒太阳的游客跟卖冰淇淋的小贩。在这场混乱中，身为军队总司令的福阿德·谢哈布 （Fuad Chahab） 因为坚持不让军队对民众开枪，
成为了撕裂社会中唯一能被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被推上了总统大位。他保持了绝对的中立，这让他成为了基督徒，因为他是马龙派；穆斯林，因为他没开枪；以及美国需要一个稳定局面的人，三方唯一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谢哈布看透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只让少数权贵吃肉，底层连汤都喝不到，国家迟早要完。于是他展开了黎巴嫩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谢哈布主义改革。他引进了法国的城市规划专家，把国家的财富强行分配到南部的边陲地带，铺马路、拉电线、盖医院、推行社会保险。他推动了涵盖全国的绿色计划 Green Plan， 来支持农民开垦，并成立利塔尼河管理局 Litani River Authority 来解决水电问题。在他的推动下，工人的购买力大幅提升。到了1964年，谢哈布卸任时，黎巴嫩全国的国民生产毛额 GNP 中分配给劳工的比例，在历史上首度超越了资本家所占的份额。这对一个原本被少数权贵垄断的国家来说，是极度不可思议的成就。黎巴嫩不仅迎来了真正的经济起飞，更诞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才是黎巴嫩历史上真正全民有感的美好时代。但谢哈布的改革却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超级大蛋糕。在谢哈布执政的1960年代，黎巴嫩呈现出极度撕裂的平行时空。当时的贝鲁特港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超级收费站，更是全球名流的极乐天堂。彼得、奥图在派完阿拉伯的劳伦斯后，会来这里的圣乔治酒店度假。好莱坞传奇伊丽莎白、泰勒、法国性感偶像利基、巴杜都将这里视为浪漫圣地。就连各国的顶级间谍都把贝鲁特的饭店酒吧当作情报交换中心。当巨星们在沙滩上晒太阳时，谢哈布正动用第二局的情报网，死死压制住贪婪的地方派系，强行把国家财富输送到贫穷的南部。而当底层人民开始依赖国家提供的福利时，那些长期把持地方资源、靠着黑金政治剥削百姓的传统政客和地方派系便联合起来，疯狂反扑。为了压制这些贪腐的政客，确保现代化改革能继续推行，谢哈布别无选择，只能极度依赖第二局来打击异己。这让当时的黎巴嫩在繁荣进步的表象下，笼罩着一层警察国家的阴影。这位在火药桶上走钢索的总统，用强硬的手段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并不知道，当他转身下台后，一个更致命的外来组织即将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彻底啃食殆尽。第3章登场人物介绍：查尔斯·赫卢 （Charles Helou），黎巴嫩第4任总统，在6日战争后混乱的中东棋局中，迫于内外压力，签下了灾难性的开罗协议，同意巴解组织 PLO 在黎巴嫩领土内武装运作，无意间亲手打开了通往地狱的门户。胡生 King Hussein bin Talal
约旦哈希姆王室国王1970年黑9月事件的主角。他以铁腕手段镇压并驱逐约旦境内的巴解武装，虽然保住了王室江山，却也让数万名流亡游击队涌入黎巴嫩，间接推倒了内战爆发的第一块骨牌。亚希尔·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最高领袖，中东历史上最具争议的革命巨头。他带着数万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进入贝鲁特，建立了目无中央的国中之国，将黎巴嫩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线，最终引发长达15年的血腥混战。卡麦勒·琼布拉特 Kamal Jumblat， 黎巴嫩德鲁兹派精神领袖、哲学家、诗人，也是激进的左翼政治家。他创立了黎巴嫩国家运动 LNM， 试图彻底废除教派制度，却与基督徒势力爆发正面冲突，成为内战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之王。皮埃尔·杰马耶勒 Pierre Gemayel， 黎巴嫩长枪党创始人，马龙派基督徒的铁血卫士。在内战爆发后，他动员民兵誓死捍卫基督徒的既得利益与统治权。对他而言，这不只是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关乎信仰存亡、保家卫国的圣战。细说黎巴嫩，从东方瑞士到恐怖主义温床。第3章，引狼入室与国家撕裂。1964年，为黎巴嫩带来黄金时代的谢哈布总统任期届满，全国上下各路政客都在请求他修改宪法，继续带领国家。有趣的是，在他之前那些不得民望的总统，每个都想赖在位子上不走，但他断然拒绝了，并留下一句名言：宪法不是政治人物的玩具。谢哈布潇洒地转身下台，留给接班人一个经济繁荣、基础建设完善的东方瑞士。但他万万没想到，他苦心维持的脆弱平衡，会在他走后被一群短视尽力的政客亲手推向毁灭的深渊。还记得第1章里建国初期的那份国家宪章，把权力用6:5的比例死死绑在基督徒和穆斯林身上。但在这几10年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正以惊人的速度暴增。那个6:5的比例早就成了脱离现实的空壳。这些占了全国最大比例的什叶派底层民众，依然只能分到最少的政治权利。一种名为相对剥夺感的怒火正在黎巴嫩的地下疯狂蔓延，只要随便一颗火星就能引爆整个国家。而黎巴嫩政府不仅没有灭火，还把引爆内战的炸药给放了进来。1970年，约旦国王因为受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 PLO 在自己国内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派出军队把阿拉法特和他的部队全部赶了出去。那么这些被赶走的 PLO 去哪了呢？他们看上了旁边体制脆弱的黎巴嫩。谢哈布的接班人扛不住国内穆斯林与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犯下了黎巴嫩历史上最致命的错误。他们签署了开罗协议，正式允许 PLO 带驻武装进入黎巴嫩南部，甚至允许他们从黎巴嫩领土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这等于是直接把国家的主权双手奉送给了一个外来武装团体。黎巴嫩正是引狼入室。外来武装势力大举介入，黎巴嫩内部的政客却还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当时黎巴嫩的左派领袖卡麦勒·琼布拉特
早就想推翻那套由右派基督徒垄断的政治体制。他看着手里有枪、有钱、有实战经验的 PLO， 决定与阿拉法特结盟，企图把 PLO 当作自己的武装筹码来夺权。历史无数次证明，那些妄想利用境外武装势力的政客，最终都会被失控的暴力反噬。琼布拉特不仅引发了撕裂国家的内战，他自己后来也遭到暗杀，死于非命。看着 PLO 在自己国家的街头拿着 AK-47横行霸道，统治阶层的右翼基督徒彻底恐慌了。皮埃尔·杰马耶勒领导的基督徒武装长枪党决定自己拿起武器保卫家园。1975年，一辆载满巴勒斯坦人的巴士遭到基督徒民兵扫射，彻底点燃了火药桶。黎巴嫩全面陷入血腥内战，曾经中东最富裕的避风港，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战火带来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在这场长达15年的内战中，估计有超过15万黎巴嫩人不幸丧生。在当时全国不过300万的人口中，竟有高达100万人沦为难民，被迫逃离家乡。谢哈布时代缔造的经济奇迹在炮火中灰飞烟灭，国家财富大幅缩水，曾经坚挺的黎巴嫩镑更暴跌成废纸。各路民兵、黑帮与外国势力在贝鲁特的街头疯狂厮杀，而最终承受这一切苦难的，全是无辜的黎巴嫩平民。然而，当我们回头检视为什么黎巴嫩政府当初要签下丧权辱国的开罗协议，其实底层穆斯林群体的民意也成了致命的推手。对于当时被压抑已久的底层穆斯林来说，他们在天龙国的体制下被当成二等公民太久了。因此，当全副武装的 PLO 进入黎巴嫩时，他们看到的并非引狼入室的危机，而是一支天降的强大友军。他们天真的以为可以利用 PLO 的武装力量来制衡右翼基督徒的霸权，甚至借此逼迫统治阶层废除那套极度不公平的6:5权力分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短视的逻辑让国内的穆斯林心甘情愿地成了 PLO 的政治保护伞，而历史的代价最终全数反噬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这场错综复杂的血战很快就演变成冷战与中东强权的代理人战争。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暗中支援 PLO 与左派势力，处于劣势的右翼基督徒为了求生，转向寻求以色列的秘密武装支援。就连邻国叙利亚也以维和之名派军常驻，企图趁机控制黎巴嫩。在这场大混战中， PLO 将黎巴嫩南部变成了攻击以色列的国中之国，不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与发动越境袭击。面对长期的边境威胁，以色列一直在等待出师有名的机会。1982年，以色列以其驻英大使在伦敦遭到暗杀围岛火线，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1982年黎巴嫩战争。以色列装甲部队大举越过边境，一路推进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重创了 PLO 的武装力量，逼迫阿拉法特流亡海外。基督徒以为他们靠着以色列的力量，终于赶走了 PLO 这个外来威胁，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他们错了， PLO 是走了，
但黎巴嫩南部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在这片被战火摧残、充满住无数愤怒什叶派难民的废墟中，让远在德黑兰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地缘政治突破口。他悄悄派出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黎巴嫩南部。就在这片血海之中，一个组织更为严密、形势更为极端，且将彻底改变黎巴嫩未来40年地缘格局的激进武装组织即将诞生。第4章登场人物介绍：勒内·穆阿瓦德 （Rene Mouawad），黎巴嫩第9任总统，在内战末期获得各方势力难得共识的温和派。他在塔伊夫协定签署后当选总统，象征国家和平重生的希望，却在就职仅17天后便死于汽车炸弹，成为历史的遗恨。哈桑·纳斯鲁拉 （Hassan Nasrallah），真主党总书记，伊朗输出革命最完美的在地代理人。他以抵抗以色列为神圣口号，利用石油、美元与洗脑教育，建立了一支比正规军更强大的影子军队，是操控现代黎巴嫩政局的幕后皇帝。拉菲克·哈里里 （Rafik Hariri），黎巴嫩前总理，身价1万的商人总统。他在内战废墟上大规模重建贝鲁特，试图以经济繁荣缝合宗教裂痕。然而，他与叙利亚势力的抗衡，让他最终在2005年的惊天大爆炸中沦为政治殉道者。艾哈迈德·夏拉 （Ahmed al-Sharaa），叙利亚新政权领导人，在2024年叙利亚政权更迭中崛起的关键人物。他亲手斩断了真主党横行40年的陆路生命线，让这个寄生在黎巴嫩境内的武装集团陷入了空前的战略窒息。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伊朗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中东教权主义的终极旗手。他亲自拍板建立真主党，并将教法学家监护理论植入黎巴嫩什叶派，将黎巴嫩变成了伊朗对抗西方与以色列的关键棋盘。巴希尔·杰马耶勒 Bashir Gemayel， 黎巴嫩力量民兵总司令，皮埃尔之子，基督徒心中的战神。他主张既然无法共存，那就彻底切割，试图建立纯粹的基督徒小国。他在当选总统后正式宣誓前夕遇刺，让黎巴嫩失去了最后一次结构重组的机会。细说黎巴嫩，从东方瑞士到恐怖主义温床。第4章，被绑架的国家与终极魔王。1990年到2026年，这场长达15年的残酷内战，早已不再只是黎巴嫩人的内战，而是冷战时期强权与中东霸主的残酷战场。从 PLO 的武装割据，叙利亚装甲部队的常年占领，到以色列大军的强势攻击，各方代理人将曾经的东方瑞士打成了人间炼狱。直到1989年，随着美苏冷战步入尾声，背后的国际金主们无力再战，黎巴嫩国内的各路军阀也终于打到了筋疲力尽。在沙乌地阿拉伯等国的斡旋下，各方签署了塔伊夫协定，决定放下武器，解散武装民兵。看起来和平似乎降临了，但黎巴嫩人很快就绝望地发现，他们只是刚赶走了一群狼，在废墟里却长出了一头真正的魔王。
塔伊夫协定后，全国的民兵都缴械了，只有一个团体例外，那就是真主党。我们在另一集讲过霍梅尼如何夺权，而真主党就是霍梅尼输出革命最完美的作品。1980年代，霍梅尼直接派出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黎巴嫩贝卡谷地，他们不只是教这群人打仗，更重要的是洗脑。他们将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监护理论植入黎巴嫩。在真主党眼中，他们效忠的不是黎巴嫩这个国家，而是远在大马士革背后的德黑兰最高领袖。他们打着抵抗以色列的神圣旗号，利用伊朗源源不绝的石油美元，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了学校、医院，甚至一支比正规军强大10倍的军队。这不是共存，这是彻底的寄生，一个无视政府的国中之国。2005年，试图带领国家走向独立繁荣的前总理哈里里 （Rafik Hariri） 在贝鲁特街头被汽车炸弹暗杀身亡。2020年，因为极致的政府失能与腐败，贝鲁特港口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超级大爆炸，半座城市瞬间化为灰烬。2019年10月，黎巴嫩政府因为贪污腐败宣布要对网络通讯软体收取通话税，点燃了全国的怒火。这次抗议无论是南部的什叶派、北部的逊尼派，还是贝鲁特的基督徒，全部走上街头，喊出了一句响彻全球的口号：全部下台，就是指全部。All of them means all of them。但这次长期与政府对立的真主党，却派出黑衣暴徒手持棍棒去街头殴打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什叶派心中的抵抗英雄，竟只为了保住这个腐败政府的利用价值。到了今天，真主党一直配合伊朗老大哥的战略，不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导致黎巴嫩再次陷入无情的战火，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真主党能横行40年，除了伊朗的金援，最关键的还有邻国叙利亚。在阿萨德家族统治时期，叙利亚是真主党不可或缺的陆路生命线，所有来自伊朗的飞弹与物资都必须经过叙利亚这条大动脉。但历史的回力镖从不迟到。2024年底，长期庇护真主党的阿萨德政权土崩瓦解，这不仅让真主党失去了战略纵深，新上台的叙利亚政权更是将真主党视为迫害叙利亚平民的恐怖组织。这条长达40年的生命线被叙利亚的新政权亲手斩断，而真正象征这真主党的终结发生在2026年3月，美以联军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精准清除了伊朗多位最高层级领袖。随之而来的是伊朗政权内部的权力真空与大混乱。当老大哥自己都泥不撒过江，曾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油美元瞬间断供，这对真主党来说是比以色列导弹更致命的打击。一个没有钱发薪水、没有钱维护军备，甚至连学校与医院都无法营运的组织，仅靠那套教法学家监护的信仰，还能撑多久？真主党这根曾经燃烧了40年的巨型蜡烛，正在这片战火焦土中渐渐熄灭。节目接近尾声，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当年引发内战的那套6:5权力分配制度。虽然在1990年的塔伊夫协定已经将比例修改成了1:1，表面上是达成了平衡，但按宗教比例分赃国家的基本逻辑根本没有改变，仍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当年那些打内战的军阀，在停战后脱下迷彩服，换上西装，继续坐在国会殿堂里瓜分国家资源。
只要黎巴嫩一天不放弃这种教派分赃的政治游戏，不愿意建立一个真正跨越宗教、以能力为本的现代公民社会，那历史只会再次轮回下一个引狼入室的故事，随时可能在不远处等着他们。结语：即使细说黎巴嫩系列点阅率不及细说伊朗系列，但笔者仍在研究的过程中放入深厚的感情，思索这人民如何彻底地解脱苦难。回到1920年代，法国人其实只打算在黎巴嫩山建立一个纯粹的基督徒小国，但是当时黎巴嫩的基督徒权贵觉得这个国家太小，没有农业资源，也没有出海口，于是他们要求法国人将北部的蒂黎波里、东部的贝卡谷地以及南部的领土强行划入版图，成立一个大黎巴嫩。他们确实就是为了建立天龙国，要底层穆斯林缴税种田，却无脑地硬生生吞下了一大批他们根本无法消化的穆斯林人口。贪婪的心所造下的业力，其实过不了2代人就已得到报应。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一代枭雄霍梅尼，看准了这个被天龙国边缘化、压榨了半个世纪的南部什叶派火药库，轻松地扔了一根火柴进去，让以色列及贝鲁特头疼半个世纪的真主党就被建立起来了。这么多年来，也不乏有思想家提出解决方案，其中就有联邦制 （Federalism） 的方案。基督徒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 （Bashir Gemayel） 说：“既然我们无法跟穆斯林共存，那就把黎巴嫩切开，我们建立一个纯粹的基督徒迷你国家。”但为什么这个方案没有实现呢？一是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允许在他的边境出现一个亲西方甚至亲以色列的基督徒独立国；二是 PLO 和后来的真主党需要黎巴嫩这个主权国家的外壳作为他们的保护伞，因为如果他们独立成一个新国家，以色列和美国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他们宣战。因此真主党需要绑架基督徒和整个贝鲁特，作为他们的人肉盾牌。这么多年来的政客们根本不想要解决问题，因为只要维持这种假共存真分裂的状态，他们就可以继续向各自的信徒贩卖恐惧，稳坐国会议员的宝座。但笔者仍愿意乐观地看待，因为形势在变，美国的狂人总统川普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敢打伊朗的美国总统。这一拳打下去，震撼的不只是伊朗，而是整个中东。只要真主党这颗肿瘤因为缺氧而萎缩或消失，再加上叙利亚已变天，当初的联邦制或许就不是永远不可能。大家是否也从这个节目中体会到贪婪的可怕报应呢？这里是细说黎巴嫩，我们下一个历史档案见。